听闻安国公府的二小姐死了，云七夕乐了。等到夜深人静，他挎上自己的工具包上山了。几天前他到了一个墓，原本打算干完最后一票就金盆洗手，可谁知道不过带了一个墓主人的玉扳指就穿越了。金盆洗手洗个屁呀！他如今倒是觉得盗墓这职业挺不错，投资少，见效快，最关键的是永不被淘汰。二小姐，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你拿去，里面那些你死不带去的东西我就拿走了。江湖救急，我云七夕在这谢过了。云氏七夕，靠，不带这么玩人的好吗？他正在纠结着，突然一阵阴风席卷而来。不想死就安静点儿。他受伤了。他受伤了，跑不了多远，一定在这附近，给我仔细找。可是这附近都找遍了呀。再找，这次若让他逃了，回去如何向太子殿下交代？我看他伤得很重，就算逃走了，估计也活不了多久。不行，必须把他找出来。不会是在这墓里吧？进去看看。是。紧接着，杂乱的脚步声向着墓室走来。云七夕也很紧张，他不知道这人跟他们之间有什么仇恨，但他知道一旦被发现，他也是逃不掉的。娘的，什么也看不见呢！点个火把来！话音刚落，漆黑的墓室里却突然出现了一缕亮光。紧接着，墓室里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惨叫，几个男人连滚带爬地退出了墓室。就这怂样，还敢踏进坟墓来？咚的一声，我说，这得是多大的仇怨啊，非得要了你的命不可！天哪，这倒霉蛋竟然长得这么天上有地上无的，五官俊朗又不失阳刚，轻蹙的眉头暴露了他此刻的痛苦，但他却硬是没哼出半声来。是条硬汉子，你这是失血过多呀，再不止血就玩完了。单连成没有说话，只是虚睁着眼盯着他手上那只会发光的东西，一动不动。混江湖的人没那么好骗，他们一定会再回来的。望着微光里忙碌的身影，这样一个看似大大咧咧的女子，竟然有如此缜密的心思。现在是她逃的好时候，她竟然不逃。做好这一切，他再回到石棺背后，从背包里快速翻出碘伏和云南白药喷雾剂。这个背包可是他出门贴身不离的宝，不仅有手电、尖刀之类的小工具，还有一些以备不时之需的外伤药和常用的消炎药。看在他是一条硬汉，还是一条长得不错的硬汉的份上，他就当献爱心了吧。你起薪还那么大力气呢，腿应该没问题吧？喂，你能放松些吗？我又不能吃了你。伤口处理工作快要接近尾声时，云七夕突然停了手上的动作。火把都给我举起来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人还是鬼。整个墓室都被照亮了，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发现石棺背后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吧。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哼，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，鬼在哪里？想必是哪个倒霉蛋挨了一巴掌。突然响起的声音让整个墓室都安静了下来，云七夕顿时感到毛骨悚然，因为他清晰地听见声音就是从身旁的石棺里发出来的。众人的目光聚在这口石棺上，有声音，他不会是在这棺材里吧？去，把棺材打开。这没用的东西，娘的，这么沉！上来几个，推开他！墓室里响起了更加惨绝人寰的尖叫。5秒之后，所有人都逃出了墓室。石棺里到底有什么呀？为什么他们会吓成那样？救命！一个虚弱的声音从石棺里传了出来。救命！这让云七夕确信不是幻听。莫非这二小姐死而复生了？又或者她是有什么冤情，所以魂魄不肯离去？单连成仍然闭着眼不动。云七夕好奇大过了恐惧，听着声音，就算是鬼，也是一只没什么攻击力的弱鬼，他怕个屁呀！他大着胆子将手电的光照进了石棺里。
脸颊还有血色，额上存着汗珠。这位二小姐还没有死啊！这位二小姐竟然跟她长得一模一样。突如其来的光线令二小姐的睫毛颤了颤，皱着眉头，似乎很痛苦的样子。云七夕走上前去，搭上她的脉，还有微弱的脉象。你是另一个我吗？你是老天爷派来完成我的遗愿的吗？她虽然未死，但从脉象看来，却已是无力回天。不仅同名，还同脸。云七夕陷入了疑惑，难道他是他的前世吗？你有什么遗愿未了？3天后，就是我与太子殿下，我的紫影哥哥成亲的日子。紫影哥哥曾许我十里红妆，一生荣华。我要的不过是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相离。可如今看来，今生我与他却是缘分已尽。说着，他颤抖着从衣襟抽出一块绢帕来，塞到云七夕手里。我死了，紫影哥哥定会难过，我不要他难过。我日日在闺中，将我对他所有的情感都绣进了这块绢帕里。姑娘，待我交给他吧，待我成为太子妃，就让他当我还活着，好吗？带她嫁人？这不好吧？可不知道为什么，云七夕看着他眼角滑下的泪，就好像是看着镜中哭泣的自己，心里也感染了难过。在我闺房的床底下有一个暗格，里面珍藏着3样东西。若是你成为我，那3样东西会对你很有用。这辈子我与紫影哥哥有缘无分，一切只待来生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你的出现一定是上天的指示，答应我，带我活下去。答应我。下一刻就重重地垂了下去。好吧，从此这世上只有一个云七夕，是死而复生的国公府二小姐。我做不到带你嫁人，但我可以带你活下去，活得比以前更精彩。你就安息吧。他都看见和听见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说我是割了你的舌头呢，还是杀了你灭口呢？单连成眉头挑开，深邃的眸子稍抬，淡然地看着他。你说我是割了你的舌头呢，还是杀了你灭口呢？不要激动，我不过就是开玩笑而已，至于吗？爷从不开玩笑。那个，我想可能有些误会，我就是个路过的打酱油的。那啥，我保证不会跟任何人说我见过你。今晚的事会在我的脑子里完全格式化，你可以放100个心。上空寂静无声，单连成没有半丝回应，只盯着他的那双目光冷如刀锋。我说，刚刚救你的人是我，不是别人。要不是有我在，你早就被发现了。我好歹救了你，你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？单连成眉梢一抬，盯着他的目光莫名多了一丝趣味。爷，你没事吧？还好。如今怎么办？把他带回营地。喂，你懂不懂得怜香惜玉啊？京城外20里，一行军队驻扎在山脚处。爷，您的伤被处理过了？就是他。姑娘，爷的伤是你处理的？瞧着他半信半疑的样子，看了单连成一眼。你该问他自己呗，谁对他有救命之恩，他不是应该最清楚吗？你到底给我家爷用的什么药？为何爷的伤口会变成这种颜色？颜色？云七夕看了单连成的伤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反应过来。太落后也怪不得你，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的药比你的药管用100倍。胡说八道！老夫行医几十年，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竟敢在老夫面前夸口！哼！云七夕无语中，行医几十年又如何？还抵不过他在医学院1年所学。信不信随你。云七夕也懒得与他解释。老夫自然是不会信你这个黄毛丫头信口胡说。闭嘴！单连成冷声一斥，两个人顿时都噤了声。开始吧。是。举着刀，老头却犹豫了。爷，如今没有麻沸散了，可能会很痛，您
无妨。爷，老朽要下刀了。然而老头的刀却迟迟的没有落下去。不仅如此，他的手还越抖越厉害。你抖什么呀？恕臣无能，爷伤得这样重，臣生怕万一有个什么闪失。云七夕忍不住翻了个大白眼。你行不行啊？喂，不行我来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若敢乱动一下，人头落地。我原本是有可以让他不痛的方法的，既然这么不相信我，好啊，我不动。我可是吃多了才多管闲事，反正这伤又不在我身上，痛的又不是我。你有可以让爷不痛的方法？不重要了，反正也是没人会信的。我只是为自己喊冤而已。如果我真的要害他，当时在墓室轻而易举，他根本活不到现在。老顾，让他来。一句话，一锤定音。云七夕虽未动声色，心里却偷笑了。只要给他机会，他就可以谈条件了。银针，顾远却还是有些迟疑。见他不动，你慢慢磨叽吧，我一点都不着急，反正耽误的又不是我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就不做亏本的买卖，更何况是这种独门绝技，准金得翻倍。要知道，做无痛的当然贵了，毕竟无痛人流都那么贵。一旁的顾远又是惊讶又是着急。这姑娘这种时候竟然还提诊金。姑娘，你若真有那本事，自然是亏不了你。治得不好，要你小命。我说，动不动就要人小命，很影响手术心情的，知不知道？遇上我是你运气好，要不然还不得给你痛晕过去。我之前就说了吧，做人不能恩将仇报，万一有求于我的地方呢，是吧？话说，之前我不只用我的好药治了你的伤，我还用我的智慧替你挡了那些要追杀你的人，这会儿又来给你止痛，你难道都不觉得你欠我的已经越来越多了吗？无论他怎么叨叨，单连成都始终不吭一声。这叫针刺麻醉，可以让人在短时间内局部麻醉，比麻沸散的效果好多了。说完，他已经做好了针麻，便拿起小刀开始处理伤口。见单连成面色如常，果真感觉不到痛的样子，顾远不由心生佩服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，老朽闻所未闻呐！想不到姑娘小年纪就有如此精湛的医术。老先生，您虽然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，但还是多少有一些我懂你不懂的东西。三人行必有我师傅。听着云七夕的话，顾远顿时红了脸，有些不好意思。人不可貌相，他的确是小瞧了这个丫头了。见单连成一直冷着脸，跟谁欠了他800两银子没还似的，云七夕起了玩心。身为大夫，一是要修炼自己的医术，二是要修心。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，多大的伤势，无论患者是什么样的身份，都要心如止水，冷静对待，否则有可能在慌乱之下处理不当，造成很严重的后果。你若是紧张，完全可以把对象当成一只猪啊。此话一出，顾远和歌风都疯化了，而单连成原本就冷的脸一瞬间黑了下来。除掉污血、坏肉、上药、缝合、包扎，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。好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剩下来的就是休养了。顾远上来给单连成盖好了被子。云七夕这会儿正琢磨着该怎么开口要了枕巾走人，却突然有一个粉衣女子掀帘而入。看着床上受伤的单连成，粉衣女子眼眶一红，扑到床边，声音好不凄婉：爷，您怎么样？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我没事。爷，经理这一次来是来告诉爷，后天便是太子殿下的大婚之日。关于送礼这件事，爷心中可有什么想法？太子殿下大婚？他的未婚妻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要娶谁？姑娘，你是？我钦定的太子妃云儿小姐不是死了吗？太子要娶谁？是安国公府的云大小姐云揽月。有意思。云七夕啊云七夕，亏你死前还惦念着你的紫影哥哥呢，却不想你这尸骨还未寒，人家就要另娶他人了，连婚期都不改。你先下去吧，我自有安排。老顾、歌风，你们也下去吧。是。
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！怎么，已经救了你2次了，不对，3次了？难道你还想否认吗？单连成深邃的眸子暗了暗。启禀靖王殿下，云将军在帐外求见。原来他是王爷，怪不得气场这么大，也难怪之前的老头会不敢下手了，竟然把靖王比喻成猪。你如果不想暴露的话，最好回避一下。让云将军进来吧。是，陈云冲参见靖王殿下。起来吧。殿下怎能伤得如此严重？并无大碍。云冲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有些迟疑。云将军，军中喝酒可是大忌。请殿下恕罪，臣是来向殿下辞行的。后天便是臣的妹妹与殿下的大婚之日。他的妹妹？那么他是安国公的儿子，那也就是云二小姐的哥哥是吗？这是喜事，云将军应该高兴才是，为何看来却有些失意？只因臣收到了家书，得知臣的二妹已经香消玉殒，不免悲伤难过。云七夕不由为死去的云二小姐感到了一丝安慰。节哀顺变吧。谢殿下，那臣就先行一步了。云冲走了之后，云七夕从屏风后走了出来。我再问一遍，你是谁？我是安国公府的二小姐啊。那你可知刚才进来的人是谁？他应该是云七夕的哥哥，可他静静立着不答。他是安国公府的大少爷，你既是安国公府的二小姐，不认得他吗？怎么，长得不像？即便长得再像，也是假的。知道还问？知道便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不要拐弯抹角的浪费时间。靖王殿下，原来您是尊贵的剑王啊！我说怎么这么霸道呢？但王爷又如何？王爷就可以不讲理了？王爷的规矩就是杀人灭口，恩将仇报。爷，看来这女人的舌头是不想要了。你闭嘴！你以为手上有把柄就了不起啊？是王爷难道就不讲王法了？就可以草菅人命了？哦，你还要跟本王讲王法，讲道理？那当然，我向来不做亏本的买卖。你用了我的药，治了你的伤，这会儿又给你做了针刺麻醉。靖王殿下，您没失忆吧？身为王爷，您有您高傲不讲理的资本，但莫非您连脸皮子也不要了吗？你想如何？双倍枕金。靖王殿下，您看您手术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您又玩失忆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不会揭穿你，还会给你枕金？犹记得我们在墓里的时候，追杀你的人说过一句话，如果抓不到他，回去如何向太子殿下交代？靖王殿下，不用我再说下去了吧？您这一身的伤就是拜太子所赐，他根本就是想要了你的命。这跟你有多大关系？是啊，这跟我有多大关系呢？靖王殿下，这哪能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云二小姐活着，太子殿下这婚还能结得那么顺利吗？而且，不管你信不信，确实很巧，我真的就叫云七夕。你要多少枕金？我要的不多。5根手指一张，笑眯眯的眼睛里露出了他财迷的本质。500两。哟，他原本只想要50两的，想不到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翻了10倍。果然，姓王的爷就是霸气啊，谁也不嫌钱多不是？靖王殿下够爽快。先付一半。一半？为何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放心，我的把柄不是还在你手里吗？我是被动的，你是主动的，你怕什么？1个月后，如果你还活着，就来取剩下的一半。哎，这意思是打算放他离开了？葛峰，送云二小姐回去。是。即便云二小姐没死，太子的婚礼也已成定局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以为我当真会带天儿小姐嫁给那个负心汉吗？未婚妻尸骨未寒，转身就可以去娶别的人，这样的渣男，倒给我1万两，我都不用考虑。哎，对了，我的包可以还给我了吗？单连成看了葛峰一眼，不一会儿，葛峰就取来了他的包，外加那250两银子。若是云二小姐死而复生之后性情大变，恐怕就会活不过1个月了。那剩下的250两银子，恐怕也就无福享用了。放心吧，扮猪吃老虎嘛，容易。说完，他将包往背上一扔，从容转身，大步走出了帐篷。大少爷，您又喝醉了。冲儿，明日就是你妹妹揽月大喜的日子，整日不见你人，一回来就喝成这个样子，像什么话？这个国公府还真是够大的，唉，奢侈啊。小姐，您若再不睡，可就要天亮了。我睡不着，一想到明日我就要嫁给太子殿下，我就高兴到一点睡意也没有。没错了，这就是那个云大小姐的房间。红雨，我美吗？大小姐当然美啦，大小姐是红雨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，只有大小姐您才能配得上一表人才的太子殿下呀。
真是拍的一手好马屁。大小姐，早些睡吧，明日是大小姐的大日子，您得养足了精神才行啊。是，明日我一定要把最美的自己献给太子。不一会儿，房间里彻底安静了下来。云七夕摸着下巴，仿佛突然间有了好主意，从自家的包里拿了一根鱼线出来。他重新趴下，将线从洞口里伸了进去。做好了一切，云七夕躺在房顶上，看着天上的一轮半月，心情大好。我的脸怎么会成为这样子？小姐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昨晚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揽月啊，这可怎么得了啊？你的脸怎么会变成了这样啊？听着喜庆的唢呐声越来越近，云七夕翻身起来，灵巧地来到前门院子的房顶上。倒是凤表龙姿的长相，自有一种皇家贵气。想来想去，他在大树下挖了个洞，将自己的包埋了进去，然后骑着马朝着唢呐声的方向跟了过去。马蹄声渐远，懒洋洋躺在树干上的人眯起了眼睛，饶有兴致地望着马上那个娇俏的背影。太子大婚是皇家乃至全天下的大事，整个京城的百姓几乎都涌到了街上来，想要一睹太子的风采。一路上都是百姓整齐响亮的道贺声音，请太子殿下3踢轿门。太子尹盯着轿门，抬步，精致的皂靴一步步地来到花轿前，抬脚正要踢上去，却突然一个小男孩从人群中冲了出来，撞到了单子尹身上，一个锦盒往他手里一塞，小男孩便跑了。他将锦盒打开来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，一把扔了出去。锦盒啪地落了地，里面的东西飘落了出来，落在了不远处的地上。太子殿下，怎么了？单子尹盯着地上那块绢帕，眼睛瞪得老大，满面惊疑。迟迟不见太子来踢轿门。喜娘，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有人呐，给太子殿下送了一样东西来。什么东西？喜娘偷偷看着太子的脸色，将地上的绢帕捡了起来，扔了它。紫影哥哥，七夕花了无数个日夜才绣了这块绢帕，您不喜欢吗？七夕，你不是？紫影哥哥，七夕还没有死，我活过来了，您不高兴吗？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那个贱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不是已经葬了吗？怎么可能活过来呢？哎呦，大小姐，您怎么从里面出来了呀？哎呀，这可使不得呀！二妹，即便你还没有死，今日太子殿下也已经娶了我了，吉时不可耽误，你就不要再胡闹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虽然对这个渣男无感，他还是忍不住想要戏弄他们一下。姐姐，只是到了门口而已，这不是还没过门吗？妹妹现在来应该也不算晚吧？这个贱人竟然学会顶嘴了！子影哥哥，单子尹渐渐镇定下来，纠结地看着云七夕。七夕，我以为你死了，所以……我知道，紫影哥哥是以为我死了才娶姐姐的，我能理解。不过既然还没有过门，那我来的岂不是正是时候？我这就上花轿。紫影哥哥，赶紧来踢轿门吧。云七夕，你在胡闹什么？我哪有胡闹？皇上钦定的太子妃不是我吗？姐姐，胡闹的人是你吧？姐姐，若是有什么误会就当面说，你总这样遮着怎么好说话呢？花落，他已经一把扯下了云揽月的盖头来。姐姐，你的脸怎么了？闻言，无数道目光都向云揽月看了去，只见他满脸红肿的变了形，还长满了红疙瘩。紫影哥哥，揽月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这昨晚上还好好的，今天早上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紫影哥哥会好起来的，你不会嫌弃我吧？啊，不会。紫影哥哥，我还没死，你却要娶姐姐，看来你们确实两情相悦。我这个做妹妹的自当成全，只是这样的话，算不算抗旨呢？此话一出，单子尹和云揽月同时变了脸，而单子尹的心中也不由生出一丝疑惑来：眼前这个真的是云七夕吗？二小姐，你活了！云七夕闻声回过头，哎呀，二小姐，真的是二小姐，你真的活过来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前2天得知了二小姐的死讯，皇上难过了好久。如果皇上知道二小姐还活着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皇上
看来这个云儿小姐还有个大靠山啊。尤公公，父皇他……太子殿下，既然二小姐还没有死，今日的婚事自然就要从长计议。尤万山是御前侍奉多年的老太监，也是宫里的太监总管。可是我……不用可是了，太子殿下，此事咱家会立刻回去禀告给皇上，由皇上来做定夺。花轿就先回去吧。尤公公，今日我若是被花轿送回去，那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云大小姐，你如今这般样子，怎能嫁入皇家？岂不损了皇家威仪？还见什么人呢？还是待在自己的闺阁中吧。哼，真是令他想不到，半路还杀出来个帮忙的。于是，这件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了。与云揽月的第一回合完胜，然后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云揽月被花轿沿着来时的路一路抬了回去。当马车在国公府门口停下，他从马车刚走下来。七夕，你真的还活着？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真是老天有眼，七夕，你活了！爹改日一定要去寺里烧柱高香，感谢菩萨保佑啊！原来他就是安国公。爹，好了，别怕，爹知道你受惊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一切都过去了，爹以后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云七夕，这一切都是你害的，是你破坏了我和太子殿下的婚礼，你为什么没死？你为什么还活着？胡闹！揽月，你是怎么做姐姐的？有什么比七夕还活着更重要的？你在计较什么？爹，女儿从来都知道你心里就只有她，你何曾在乎过我的感受？今日女儿被花轿原路送回，成了全天下的笑话，今后女儿还怎么做人？揽月，云揽月一见他，嘴角一瘪，就扑了过去。娘，女儿都不想活了。好了，乖啊，不哭了。好了，揽月，七夕还活着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咱们应该高兴才是。果真，姜还是老的辣呀！既然回来了，就不要在门外站着了，都进去吧。是啊，七夕啊，你赶紧进去跟爹说说，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于是，云七夕正大光明的以云二小姐的身份进了府。说白了，她被吓坏了，需要压压惊。于是，云风烈看着她心疼，不忍心逼问。其他所有人虽然好奇，也就不敢再问了。二小姐，您真的还活着？巧儿，你带着二小姐先下去休息吧。七夕，回来是好事，什么都不要多想，好好回房休息一下吧。是，爹，那我先回房了。目送他的背影离去，云风烈却陷入了深思，好半晌都没有说话。爹可是有疑问？云风烈看向云冲，父子眼神交汇间，仿佛有一种了然的默契。我知道了，我这就派人去墓地查看一番。临出门时，他又停下脚步。即便他不是七夕，我也宁愿当他是，至少这样七夕还活着。跟着巧儿走了一路，云七夕一直在默默地观察他。巧儿，我活了，你高兴吗？当然开心啦！二小姐，您知道这些天巧儿有多伤心吗？巧儿成天就想，像二小姐这么好的人，怎么能就这样死了呢？要是您还活着，该有多好！没想到巧儿成天这么念叨，就真的把二小姐您给念回来了。可是我有好些事情记不起来了。什么？您有些事情不记得了？云七夕无声地点了点头。没关系，只要二小姐还活着就很好，记不起来应该是暂时的，以后都会慢慢记起来的。可二小姐你不会水，以后一定要记得离池塘远一点，可不要再发生意外了。意外？难道二小姐你不记得你是怎么出事的了？云七夕不动声色地摇了摇头。二小姐，那日大小姐说池塘的荷花开了，便邀着您一起去赏荷花。巧儿本来是一直跟着的，可期间大小姐差了巧儿去拿点心，谁知道回来的时候，二小姐您已经落水了。哦，果然她死得并不单纯。二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有些记不得了。所以在你回来的时候，姐姐在做什么呢？大小姐被吓到了，站在池塘边不知所措，直到看见我，她才叫出来说您落水了。那姐姐没有吓坏吧？大
大小姐的确吓得不轻。您出事以后，便一直待在房间里内疚自责，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你。她还真是挺自责的呢。自责的方式便是代替她嫁给太子，代替她成为太子妃。透过巧儿简单的描述，云七夕已经基本可以还原现场了。有些事情心里清楚就好。二小姐，本来您房间里的东西，大夫人说要一并烧掉，可老爷一直不允许，还不让任何人动，所以房间一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巧儿推开了房门，果然是大家闺秀的房间，清新雅致，满是才气书香。巧儿，我有些困，想休息一会儿。好，那小姐您就好好休息吧。待巧儿的脚步声走远，云七夕快步走到床前，动作敏捷地钻入了床底下，摸索了半天，果真找到了二小姐所说的暗格。从暗格里取出一个小木盒，打开小木盒，一个烫金的令牌，这竟是一枚免死金牌。第二个东西是一块玉佩，这是极品货。难道这玉佩曾经是太子的？第三件是一个已经泛黄的小册子。云七夕翻阅了一下，古代就已经流行记日记了吗？这本日记对她坐稳二小姐的身份有很强的指导作用。这位二小姐果真没有坑她，她虽然不能带她嫁给太子，但她至少可以为她理清这一世的爱恨情仇。想到此，云七夕迫不及待地翻开日记，一页一页地读了起来。原来在16年前的那个七夕夜，国公府里添了2个小姐，云揽月不过比二小姐早了10辰，就成了姐姐。二小姐刚刚出生，母亲就因难产而死，不曾给她留下一个好名字，她的名字都是大夫人取的。还好，从小到大，安国公一直都很疼爱她，还有哥哥云冲的百般呵护。他们给她的爱，填补了她缺失的母爱。日记里用了很大的篇幅写了她对太子的感情。即便在墓室里，在二小姐生命中的最后一刻，她心中所想的也是不想让太子难过。可她难过个屁呀！没见她迎亲时脸都笑成了一朵花吗？一颗真心喂了狗。看着二小姐娟秀的字迹，云七夕又忧伤了。二小姐，你这么优秀，不是为难我吗？她确定她没有这方面的慧根，学不出这一手好字来呀。瞄见墙上的古琴，云七夕又心塞了，这是她永远也不可能模仿的领域，她也不想再想了，一想就头疼。船到桥头自然直吧。大小姐，二小姐在睡觉呢。大白天的竟然在睡觉。大小姐，您有什么事，不如等二小姐睡醒了再说吧。你竟然让本小姐等，活腻了吗？那个贱人她竟然还睡得着。话音刚落，门从里面开了。姐姐，有事吗？你破坏了我的婚礼，让我成为全天下的笑话，竟然还能睡得着？巧儿，我饿了。巧儿愣住了，看了云揽月一眼。巧儿早已经将饭做好了，因为想到您还在睡觉，所以就没有叫醒您。巧儿这就去把饭菜拿过来。去吧。袁七夕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见我的话啊？姐姐，不介意就留下来吃一顿便饭吧？这个贱人怎么这次回来之后就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呢？不一会儿，巧儿就将饭菜端了过来，摆放在了桌子上。好香啊！巧儿，你手艺不错。他一边吃着，一边赞了巧儿一句，完全已经当某人是隐形人一般。云揽月气急，3两步走过去，一把掀翻了桌子。巧儿吓傻了。我让你吃，你吃啊！哼，以前这个大小姐也是这么对二小姐的吗？姐姐，巧儿的手艺挺不错的，这菜真的挺好吃的，到了可惜了。说完，他慢悠悠从位置上站了起来，一步步走到那一地的饭菜前，蹲了下去。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巧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夫人，二小姐在吃饭，大小姐掀了二小姐的桌子。云揽月此刻并没有在意他说的话，一双怨毒的眼睛直瞪着云七夕的背影。即使不问，苏玉婉也能猜到发生了什么事。揽月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妹妹呢？七夕，你也不要跟姐姐怄气了。今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你姐姐啊，她心情不好，脾气难免坏了点儿。当云七夕站起来转过身面对他们的时候，她的手里端着一只残破的盘子，一步步地向云揽月走了过去。姐姐，这菜真的挺好吃的，不信你试试看。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，你怎么不去死呢你？我要你去死，我要你去死！姐姐，不要！
不要！你现在知道要求我了，晚了。你以为你活着就可以嫁给紫影哥哥吗？你就只……突然，一把大掌紧紧捏住了他的手臂。蓝月，你在做什么？还不放开！哥，你就知道护着她，从来你就是护着她。要知道我才是你妹妹。娘，你把蓝月先带下去吧。女儿受了委屈，自己的儿子帮着别人，苏玉婉心头也压着气。好，冲儿，你也安慰安慰七夕吧，她受委屈了。揽月，走吧。娘。苏玉婉半扶半扯地将她带出了房间。揽月，娘早就告诉过你，你是姐姐，要让着妹妹一些，你怎么就是不听呢？经过这一回合，她也算是摸一下对方的底了。云揽月是个沉不住气的，这样的女人最好对付，不容易对付的反倒是她那个娘，明显是只老狐狸，笑面虎，表面上让人拎不出错出来。不过没关系，再难对付也不过就是一个高门窄府的女人而已。七夕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哥，我是不是不该回来啊？姐姐说我为什么没死，我应该就那样死掉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，对不对？只见云冲正目光深邃地盯着他，眉头轻皱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怎么了？云七夕心头有些悬吊吊的。傻瓜，有什么事比你还活着更重要的？别想太多。蓝月她今日是受了一些委屈，但这都跟你没有关系，以后她慢慢会想通的。小儿，把这里收拾一下，重新去做些饭菜来吧。这些年，大夫人和大小姐当着老爷的面对二小姐是一套，背着又是另一套。二小姐受了不少的委屈，却从不向老爷告状。巧儿经常都暗自为二小姐感到委屈难过。如今，二小姐明显变了，变得再没那么好欺负了。七夕，你若是觉得累，就吃了饭好好休息一下吧，我会吩咐下去，不会让任何人来打扰你。云冲似乎有事，没停留多久就急匆匆地离开了。接下来果真清静了。云七夕属于夜间出行的动物，所以她有一个毛病，到了晚上精神就异常兴奋。听到更鼓敲了3下，昨夜她兴奋的睡不着，因为自己要当太子妃了。今夜她还是睡不着，因为洞房花烛夜去沾泡汤了。这人生还真是如过山车，大起大落呀。暗黑的天幕，一轮圆月高挂，洒下很好的月光。云七夕来到树下，那么一望，顿时虎躯一震。他曾经埋包的位置有被挖过的痕迹，不见了。怎么可能？太诡异了，谁会知道这下面有宝贝啊？夜静得出奇，云七夕的眸子突的一眯，竖起了灵敏的耳朵，因为他似乎听见了细微的声响。只见墙根下隐着一个小身影，那人正靠坐在墙根处，扒拉着一个包。那人听见急促的脚步声，他飞快站起身跑了起来。云七夕紧追不舍，因为他已经看清，他手上拎着的正是他的包。正在这时，他看见前方巷子口突有一个人影慢悠悠地走过。抓贼啊！抓贼啊！这夜深人静的，可云七夕喊了好几声，那人愣是没听见一样，脚步都没乱一下。帮我抓住他，10两银子酬谢。那人仍未动，也未回头。20两，30两，那人是聋子不成？对他来说，那包里虽然有一笔巨款，可更多的是在这个时代万金也买不到的东西。抓住他，包里银子全归你，其他东西归我。一言为定。原来不是聋子啊，亏大发了。眼看着偷包的人越跑越远，好，一言为定。此言一出，那人已经飞快地奔了出去。不知真是他跑得快，还是前面那人慢了，竟然没跑多远就被他给追上了。你说你小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啊？竟然学着偷东西！我没有偷。还说你没有偷？这都人赃俱获了，还狡辩？我真的没有偷，我是在地下挖出来的。一个挖字让云七夕有点讪讪了。说白了，他自己也是干的挖盗这一行，终归也是一个盗字，又有什么资格去教训别人？那我追你的时候你跑什么呀？说清楚不就没事了？再穷也不要偷东西，要偷也不要偷女人，江湖规矩懂不懂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空口无凭，这东西既然是这小家伙挖到的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了，可写有你的名字？这当然是我的了。那你说说，这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告诉你也无妨，这里面有药，有些小工具，外带200多两银子。哼，想不到半夜睡不着，出来走一走，竟然意外得了这么多银子。云七夕望天，郁闷至极，想不到半夜睡不着，出来溜达一圈，竟然丢了这么大一笔财富。你可能得拿个东西来装，
这200多两银子，一双手捧不住，还得拿东西装呀。可我身无旁骛，拿什么装呢？这还要我教你啊？你随便弄个什么东西一包不就好了？比如你身上的衣服。唉，像我们这种居无定所的人，抱着这么多银子，岂不太招人惦记？钱是小事儿，命是大事儿，虽然贱命一条，也得珍惜，不是？这样吧，我看姑娘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，我的200多两银子就暂时寄放在你那里吧，等我需要的时候来问姑娘取就是了。啥？明明是个乞丐，听着口气却像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高雅人士。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，要是不小心忘了呢？哼，我这个人记性也不太好，不过没钱的时候自然就想起来了。是月光映照下的那一双眼睛，如洒入了星光，此刻带着淡淡的笑，格外的清澈明亮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云七夕问。我叫云七，他们都叫我小七。真的假的？他叫云七夕，他叫云七？当然是真的，我一个四海为家的人，又不是什么响当当的大人物，一个名字而已，有必要骗你吗？那好吧，那我就替你保管着。不过我话可说在前头啊，要是我一时记性不好，不小心挪用了，可不要怪我。挪用也无妨，总记得我在你那里存着200多两银子就行了，一辈子很长，慢慢还。走，小鬼头，让哥哥教教你江湖规矩。云七转身缓步离去，小乞丐果真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后面，望着他们慢慢没入夜色里，云七夕才甩了甩脑袋，提着包往回去的方向走去。公子，江湖规矩就是像你这样哄骗小姑娘吗？我这不叫哄骗。不叫哄骗，那叫什么？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哎，他记得他走的时候是关了门的，怎么这会儿却是开着的？云七夕，你去死！你去死！靠，竟然跑到我的房间来诅咒我，也是够了。我说我这不过才上了一个茅房而已，姐姐就梦游到我这里来了，貌似做的这个梦还很血腥，很暴力。还是姐姐半夜睡不着，想找妹妹我聊聊天。所谓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姐姐还真是贴心啊。你咋知道我想换新被子了？云七夕，我今日受到的耻辱，总有一日我会向你讨回来的。好啊，我等着那一天。不过我还是希望姐姐下一次要过来找妹妹的时候，能尽量白天过来。毕竟姐姐如今这张脸，妹妹我胆子小，心脏脆弱，经不起吓。姐姐可千万不要见怪啊！哼，云七夕，你等着！无趣啊无趣，跟这种智障的人斗，不是侮辱我自己的智商吗？一点挑战性都没有，太无趣了。想起了自己的包，于是他将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地倒在桌子上，数了数，银子一点不差，工具什么的也都还在，可是他的小手电不见了。那个手电不是一般的手电，那是太阳能的，即便再没有电，没有电池的古代，那也是个相当好用的宝。仔细回想了一下今夜发生的事，向来只有他算计人的，竟然有人敢算计到他头上来了。关键是他当时看着小乞丐那寒酸样，同情心就泛滥了。这漏洞百出的事件，他竟然愣是没有深想下去。可好你个云七，最好别让我再碰到你，否则……二小姐真的出大事了，宫里的圣旨到了，让您去接旨呢。圣旨？云七夕迷糊了几秒之后，他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动作利落的穿衣洗漱，洗了把脸，他就想出门，巧儿拉住了他。小姐，好歹让巧儿给您梳一下头吧，您就这样出去，恐怕会让有些人说您藐视皇恩呢。那好吧，不过尽量快些，让人等太久也会有藐视皇恩的嫌疑。二小姐，您的左耳怎么有2个耳洞啊？在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，最好的答案就是不回答。快走吧，别让人久等了，待会儿判个藐视皇恩的罪过下来，可不得了。尤公公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无妨，二小姐，接旨吧。是。府里的所有人都跪了下来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七夕自幼冰雪聪明，才貌双全，温文贤淑，一直是朕心中的太子妃不二人。朕初闻七夕死讯，内心万分悲痛。然昨日又闻七夕尚在人间，朕甚感欣慰。虽然朕迫切想见到你安然无恙，但思及你这些日子必定吃苦受罪，便自在家中将息吧。
与太子的婚事则另定佳期。果真怕什么来什么，还是要让她嫁给那个渣男。云七夕木着一张脸，心里糟透了。七夕，赶紧谢恩啊，别让尤公公久等了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二小姐，皇上是很疼您的，您这就好好在家里将息自个儿的身子，等着嫁给太子殿下吧。是。云七夕烦躁得很，等她愿意呀，那样的渣男谁爱嫁谁嫁去。爹，我先下去了，头有点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昨晚房里来了一只野猫，叫唤得厉害，还把我的被子都给抓破了，闹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。野猫？二小姐，这回皇上替您撑腰了，又给您抢回了太子妃的身份，您怎么不高兴啊？我高兴。那你怎么不吃呢？我胃痛。那要不要巧儿给您请个大夫？您瞧着真的脸色不大好，没事吧？没事，缓一缓就好。看着巧儿，云七夕想起一件事来。巧儿，我有些吃不下，不如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巧儿一直跟着他慢悠悠地走。二小姐，您在找什么呀？没什么。突然一阵悠扬的笛声入耳，这笛声清幽如来自山间的晚风，又如清凉的泉水潺潺地流过心间，让一颗原本浮躁不安的心莫名就沉静了下来。循着声音望去，瞥见了檀木雕花的大匾上写着沉香阁3个字，笛声便是从这里传出来的。巧儿，你去城东给我买几个包子回来，我饿了。二小姐要吃包子？前面不远处就有个包子铺，为什么非得到城东去买？因为城东的好吃。那好吧，那二小姐您就在这里等着我，我怕待会儿巧儿找不到您。待巧儿走远，云七夕朝着沉香阁走去。姑娘，你要买什么？我可以进去看看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姑娘里边请。云七夕一走进去，一股淡淡的檀香味扑鼻而来，然而笛声却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姑娘您先看着，我就给您倒杯茶。在他缓缓地穿梭在屏风中间，投入地欣赏这一切时，阁楼上正有一双眼睛一直追随着他的身影。姑娘请喝茶。你的耳坠很漂亮。姑娘过奖了，这些全都是我们公子描画的图样，姑娘可以看看，兴许能看到喜欢的。你们公子，他一定是一个很会天马行空的人。是的，我们公子是一个很有才情的人。姑娘真是好眼光，这2副耳坠也是公子自己非常喜欢的2件。如今耳坠子是有了，只是还差一个耳洞。耳洞？姑娘的意思是，你们既然对女人的饰品这么有研究，想必也一定有打耳洞的经验，可以帮我打一个耳洞吗？我想要1只耳朵2个耳洞。这沉香阁在大燕的京城开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我可以付你工钱。公子常说，沉香阁做生意不单单是为了银子，更讲究的是与客人的缘分。既然今日与姑娘有缘，那我就试着照姑娘的意思做，只怕做得不好。此刻云七夕对他口中这位公子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女子请了云七夕在一面铜镜前坐下，便去准备打耳洞所需的东西。不一会儿，她拿了一根绣花针出来，在油灯上烤。看着女子手里的针线，云七夕心头不免有点发毛。在这个没有麻药没有气枪的古代，不知道穿耳洞是个什么样的感觉，会有多痛。可无论有多痛，她都必须要打这个耳洞。女子拿着烤好的针来到云七夕身边。姑娘，你害怕吗？不是很害怕。可我有些害怕。啊？我从没为客人打过耳洞，欢喜，我来吧。这声音好听到令云七夕的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还未回头就感到耳垂被冰凉的手指轻轻捏住，凉凉的触感让云七夕如被点了穴，僵住不动了。她并没有急着穿耳洞，而是用手指捏着一颗小珍珠，在她的耳垂处轻轻地滚动。难道他就是惋惜口中所说的公子？好了，姑娘记得这几日最好不要沾水。谢谢你。姑娘有话请直说。我有个不情之请，如果有人问起，可以说这边这只耳洞也是你打的吗？我会付你2倍工钱的。今日能为姑娘打耳洞，是在下的荣幸。3日后姑娘过来，我再给你看看。
云七夕点了点头，拿了一锭银子递过去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今日能为姑娘打耳洞，是在下的荣幸。另外，既然姑娘看上了这2副耳坠，那便送给姑娘了，也算是他们找到了有缘人。那怎么行呢？云七夕执意将银子放在桌上。相识是一种缘分，姑娘不必如此。这就不必了，以后我来买东西，你给我打折就好。另外，一定要记得，这2个耳洞都是你打的。一定。公子，为何？如果我没有认错，她应该是安国公府的2小姐，也就是将来的太子妃。云儿小姐，是公子专门为她画过首饰花样的云儿小姐。男子点了点头。公子这样说，婉惜倒是有些印象，可为何这云儿小姐似乎不识得公子了？因为她根本就不是她了。二小姐，城东的包子都已经卖完了。包子没有，我们可以去吃点别的呀。听说安国公府前几日死了的那个2小姐突然活了。哎，是啊，这还真是一件奇事呢。已经下葬的人，竟然还能活过来。据说这云2小姐是皇上钦定的太子妃，因为突然死了，太子妃才变成了云大小姐。谁成想，这云大小姐的花轿都到了太子府门口，这死去的云2小姐又突然出现了。哎，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这事情啊，兴许并没有咱们老百姓看到的那么简单呢。突然，街上嘈杂了起来。只见一人驾着一匹马儿飞快地奔来，马速很快，呼啸而过。马过处，余留一阵扑面的疾风。怎么了？这应该是靖王殿下回京了。哦，那位高冷的爷爷回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靖王殿下是咱们大燕的常胜将军，最大的功臣，战场上无不让敌军闻风丧胆。这一次，靖王殿下出征乌尔丹，大胜而归。你瞧着吧，一会儿宫里面就会有人出来迎接靖王殿下了。这货这么厉害，怪不得那位渣太子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，树大招风嘛。走，看热闹去。看着云七夕买了一块绢纱，遮住了自己的脸，只露了一双眼睛出来。二小姐，您这是干嘛呢？不干嘛，本姑娘太美，怕被人看上了。听说靖王殿下回来了。是啊，已经到城门外了。哇，可以见到靖王殿下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人说呀，西凉王子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而在大燕，只有靖王殿下可以和他相媲美。哎，来了！只见街头一面面旗帜迎风飘展，气势如虹，浩浩荡荡的队伍正簇拥着一辆精致的黑漆豪华大马车缓缓行进，却突然瞄见了不远处人海中的一个人。二小姐，您去哪儿啊？他跑，他追，他必须抓到他，竟敢坑到他头上来了！你给我站住！所以当他发现马车时，已经来不及收住脚步。当他重新站直时，头有点晕乎乎的。怎么回事？回娘娘，是马受惊了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，敢惊了惠妃娘娘的驾，抓起来！就在发生这个小插曲的空档，那个云七也早已不见了踪影。先管不了他了，此刻先保自己的命要紧。回过头，他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。还敢跑？给我抓住他！云七夕撒丫子跑得飞快，眼见着跑进了单连城的马车，后面的人也越来越近。他伸手入怀，掏了一把起先买馄饨余下的碎银子，往身后一抛，当即周围的百姓一窝蜂涌了过来，一阵疯抢，本就拥堵的街道顿时水泄不通。几个侍卫与百姓推搡之际，再抬头竟已不见了云七夕的踪影。马车里，云七夕盯着眼前端坐着的人，他此时一袭织金锦袍，一条青色龙纹玉带，发冠将一头黑发梳得一丝不苟，才几天不见，竟又冷出新高度了。起先他撒完银子，原本是想趁着百姓哄抢之际拔腿开溜，却不想突然被一只大手给拎到了马车里来。胆子倒是不小，以你目前的身份，你不是应该好好待在闺阁里吗？竟然跑到大街上来横冲直撞，是觉得自己不够引人注目？怎么不行吗？谁规定大家闺秀就该待在闺阁里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？启禀靖王殿下，惠妃娘娘前来迎接靖王殿下，却不想被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子给惊了马。原本是想抓那女子回去治罪，却不想那女子甚是狡猾，一不小心就让她给逃了。不知天高地厚，这太监倒是给他下了个精准的定义。母妃还好吧？母妃，请殿下宽心，
娘娘只是受了点惊吓，并没有大碍。奴才这就让人全城搜捕，一定将那女子缉拿回来。不必了，既然母妃并没有大碍，就不要小题大做了，弄得人心惶惶。让母妃早些回宫，请太医给看看，好好休息吧。是。单连成用一种极度冰冷的目光瞪着他，瞪得他浑身发毛。喂，你可要搞清楚啊，是你欠我银子，不是我欠你银子。你摆着这么一副臭脸是给谁看啊？你可知你冲撞的人是谁？是你娘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那是你娘，而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好在没有伤到惠妃娘娘。知道错了？靠，教训小孩呢。今日若非本王，你此刻已经在皇宫的大牢里听候发落了。1个月的期限才过去了3天而已，照这样下去，你极有可能无福消受那剩下的银子。不行，晋王殿下，其实我回来这几天也已经弄清楚一些事了。我已经知道元二小姐死的并不单纯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晋王殿下，您这么聪明，应该知道，这意味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那倒未必，父皇一道圣旨，你就是太子妃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渣男！莫非你还敢抗旨不成？圣旨虽然是不敢不从，但若是让皇上主动改变圣意呢？如果不出本王所料，父皇很快就会召你进宫。你确定你能够应付自如？云七夕心头咯噔一下，不能，他太不能了，有太多他不认识的人，他会穿帮的。本王可以帮你尽快认识那些人，但本王不能白白的帮你。帮我不就等于帮你自己？毕竟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嘛。虽是一条船上，但也极有可能会有人失足落水。你的条件是？本王常年征战沙场，见过太多的生死，有很多的将士跟本王出征时是一条鲜活的生命，而最终却是冰冷的白骨留在异乡。其实很多人尚有一丝希望，可他们忍受不了剜肉切骨的痛苦，心灰意冷，就放弃了自己。那日本王见你确有一手本事，你可否愿意做我的随军太医？没问题，我不仅可以做你的随军太医，还可以做你的半个军师。本姑娘智慧过人，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马车已经到了晋王府门口。那个，今日谢谢你帮忙，我先走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让我尽快熟悉那些人呢？明日亥时，你到翠柳居门口来。好。打开车门，飞快地下了马车。葛峰，准备一下，本王要你一道奏折。拐弯处，云七夕一眼便瞧见了抄着手背靠在墙上的那个戴着毡帽的人。他暗骂一声，一个箭步冲上去，胳膊肘顶住了他的脖子。再跑啊！他没有挣扎。对不起，差点害了你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再跑啊！怎么不跑了呢？我怕你出事。怕我出事？你心里不是应该感谢那些官兵吗？若不是那些官兵帮你的忙，我早就抓到你了。说，把我的东西藏哪儿了？什么东西？还装是吧？云七夕气急，盯着他的那只胳膊不放松，另一只手就在他的身上搜了起来。没有，放哪儿去了？说。你什么东西不见了？怎么就断定是我拿的了？要知道，200多两银子我都没拿走。还装是吧？你和那个小乞丐难道不是一伙的吗？不要不承认啊！昨天晚上半夜，你怎么会不早不晚，刚刚好那么巧出现在巷子口？谁会3更半夜睡不着跑大街上来溜达？你糊弄3岁小孩呢？你不也3更半夜不睡觉出来？我不一样。说你呢，别扯上我。如果东西不是你拿的，是不是那个小乞丐拿的？你赶紧让他给我拿出来，我可没有多大耐性。我真的没有拿你的任何东西。我们真的没有拿你的东西。云七夕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个小乞丐。你看，我说你们是一伙的吧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云七无语。云七夕缓缓松开了云气，目光狐疑的在2人脸上流连。我知道你昨晚为什么不拿走银子了，贪得无厌是吧？我昨夜怎么就那么天真，竟然相信你们2个乞丐不贪财呢？这天下哪有不贪财的乞丐呢？你们最好是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我告诉你们，那东西并不值多少钱，但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和小雨真的没有拿你的任何东西。若真的拿了你的东西，我今日不会在这里等你。你编故事呢？像你们这种常年在江湖上混的乞伎，一定学了很多骗人的伎俩吧？若是真没有拿，你今天看见我跑什么呀？难道不是做贼心虚吗？他只是在逗他而已。
解释不了了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拿出来，那200多两银子我也就不打算认了。不讲道义，大家都别讲，谁怕谁呢？姐姐，你不要冤枉了云七。小姐，原来你在这里，巧儿找你好久了。如果哪天想起了东西在哪里，记得拿来还给我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一点小冲突。云七夕又递给云七一个警告的眼神，便拉着巧儿离开了。公子，你看你，真是钓到一条好鱼。这条鱼还挺刁蛮的。哼，公子若真是有心拿他的东西，他还见得到他那些个奇奇怪怪的东西吗？拿了便拿了，没拿便没拿，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真相的。他这边吃着饭，那边巧儿却一直在一旁长吁短叹的。巧儿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二小姐，你说这好人咋就没有好报呢？又是哪个好人没好报了？刚刚我去厨房的时候，听其他丫头说，大少爷刚刚从靖王府回来，说是靖王殿下这一次在战场上伤得很重，腿残了。啥？说靖王殿下腿残了？怎么可能？他的伤他看过，虽然伤得重，却并没有伤到筋骨，而且他今日还见过他呢。他的气色比前几日刚受伤时好多了。转念想了一想，他就明白过来了。吃完了饭，云七夕正准备睡上一会儿。二小姐，老爷让您去正厅一趟。来到正厅，所有人都在。爹，您找我。哎，七夕啊，你回府也已经好几日了，休息的怎么样了？我很好，爹。云峰烈张了张口，欲言又止。七夕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确实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，但你爹呢，怕伤了你的心。就我来说吧，只希望你不要记恨大娘才是。爹有什么话就请说吧。你就不要再装了，你根本就不是云七夕，你就招了吧。果然是这样，我知道姐姐万般不想我活着。七夕啊，你可不要误会你姐姐，你姐姐她是在乎你才会这样问的。既然揽月已经问出来了，我也就开门见山了。你这一次回来，我们确实有很多的疑问，你怎么会突然活过来？你虽然跟七夕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我们与七夕在同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，还是很了解她的。你的脾性跟她大不相同，你真的是七夕？你们说是就是，说不是就不是吧。都说无益，相信的自然就深信不疑，不相信的解释再多也无用。你还想狡辩是吧？哼，我看你还能装多久。云七夕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尽量让自己表现得足够淡定。想要证明你是云七夕很简单，你知道她身上有什么特征吗？听完云揽月的话，云七夕绷着的那根神经松了。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在拖延时间吗？哼，我告诉你没用的，今天我必须要让爹和哥哥看清你的真面目。哎，七夕，你大娘说的对，这一次的事情确实太过蹊跷。我当然是希望你还活着的，可大家心里都存着疑问，你就给大家一个答案吧。我也给你一颗定心丸，即便你不是七夕，我们也不会怪罪于你。是啊，七夕，你的左手臂上有一个大艳样的红胎记，如今那个胎记还在吗？云七夕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怎么拿不出证据来吗？你倒是让大家看看啊，不敢吗？说着，他就伸手来扒拉云七夕的衣袖，迫不及待地撩开她的衣袖，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来。他的手臂上竟然有那个胎记，怎么可能？他的一举一动分明就不是当初那个云七夕，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明明不是云七夕，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胎记的？这一定是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够了，揽月，不要再胡闹了。爹，我没有胡闹，他一定不是云七夕，他太狡猾了，你们都被他给骗了。揽月，好了，既然七夕还活着，这是好事啊。云七夕望向云峰烈，又将视线转向云冲。七夕，你不要难过，我们并没有怀疑你，我们只是……我知道，我终究是惹人嫌的，我就应该死，不应该活着回来。爹，他一定不是云七夕，爹。揽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而此刻，云七夕却心里偷笑了。还好，他埋葬二小姐的时候多了个心眼儿，检查了一下二小姐身上的特征，用心记下了她手臂上的胎记，并依样子画了一个
逼真的在自己的手臂上。七夕，你先下去休息吧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云七夕当即转身跑了出去。在云峰烈眼中看来，他是因为难过的紧，所以连告辞的话说起来都困难，不禁为自己今日的做法感到了懊悔。跑出正厅，出了一个拱门，云七夕停了下来，放缓了脚步。他深深嗅了一口花园里香甜的空气。今日他们把事情摊开来，其实对他来说并不坏，至少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再怀疑他了。就算云揽月母女俩有所怀疑，云峰烈也不会再相信他们了。回到房间里，果然没待一会儿，房门便叩响了。七夕，你睡了吗？云七夕走过去，打开了门，见云冲端着一盘点心站在门口。哥，有事吗？云冲走进来，将点心放在桌上。没事，哥就是来看看你，顺便给你拿了一点绿豆糕来。哥，你忘了，我不吃绿豆糕的。对不起，哥忘了。没关系，哥关心我，我知道。就算我不吃绿豆糕，但因为是哥哥端来的，我可以尝试着吃。说着，他在桌边坐了下来，拿了一块绿豆糕放进了嘴里，一口一口地吃了起来。七夕，不喜欢就不要勉强了，哥下次一定不会再忘记。你不喜欢吃绿豆糕，你喜欢吃玫瑰酥。你累了，早些睡吧。说完，云冲端着盘子逃也似的离去。还好，他记得二小姐在日记上曾经写过，她不吃绿豆糕，她在试探他。可他刚才那么激动是为什么？云七夕静静地躺了一会儿，仍是想不明白。第二日，他起了床，吃过饭，闲来无事，便把二小姐书架上的书翻上了一番。二小姐，太子殿下来了。他头也未抬，只淡淡的哦了一声：“参见太子殿下。”你先下去吧。七夕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子颖哥哥，你来了。七夕，你果真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生子颖哥哥的气呢？七夕啊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知道了你的死讯，心里有多难过吗？云七夕好不容易才忍下想吐的冲动，他其实好想问这渣男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子颖哥哥不必难过，七夕如今这不是还好好的吗？除了有些事情记得不太清楚了之外，其他都还好。有些事情记不得了？是啊，所以如果七夕忘了什么事情，子颖哥哥可千万不要见怪啊。那你记得你幼时说过的话吗？幼时说过那么多话，我不知道子颖哥哥说的是哪一句。那你还记得父皇钦定你为太子妃那一天你说过的话吗？云七夕想起二小姐的日记里说过，皇上是在她10岁的时候钦定她为太子妃的。那么久远的事情，我更加不记得了。你曾经说过，将来嫁给我的时候，会拿免死金牌做嫁妆的，你不记得了？原来呀，原来，他就说他怎么还对他有所顾忌，原来还有这样的内情在里头。我不记得了。子颖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单子隐一步步走到云七夕面前来。那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曾经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，被父皇责罚，你一定会拿着免死金牌来救我的。对不起，子颖哥哥，我真的记不起来了。你不记得了，那我如今告诉你了。七夕，假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还会拿着免死金牌来救我吗？子颖哥哥，子颖哥哥，免死金牌多么重要，他不肯拿出来，根本就是不在乎你啊！你放心，揽月会一直站在你这边的。子颖哥哥在揽月心中比揽月自己更重要。倘若子颖哥哥有事，揽月一定会用自己的生命挡在你前面的。单子隐缓缓松了手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如失了魂一般，转身一步步地走了出去。袁七夕，你连免死金牌都舍不得拿给子颖哥哥，你有什么资格做太子妃？只有我是最在乎子颖哥哥的人，而且子颖哥哥在意的人也是我。你以为他是来看你的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子颖哥哥是来给我送药的，用不了多久我的脸就会好，只有我才是最能配得上子颖哥哥的人。云七夕笑了，她终于知道原来不想娶二小姐的太子为何没有与二小姐撕破脸皮了，原来只是为了那块免死金牌。
也终于知道二小姐为什么到死都不知道太子的假心假意了，只因被太子为了免死金牌而伪装的表象所蒙蔽了。二小姐啊，二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天真呢？被别人卖了你还帮着数钱呢？过了一会儿，巧儿来告知说太子已经离开了，只是脸色却不大好。管他呢，随他去。云七夕重新翻开书来，他的态度让巧儿越发诧异。她还真的是以前那个在乎太子殿下的二小姐吗？离亥时还有一段时间，云七夕实在是等不了了，决定先去约定的地点等单连成。哎，大哥，请问你知道翠柳居怎么走吗？知道，当然知道了。不如哥哥我带着姑娘你去吧。反应过来自己在1/1000的概率下问路问到了狼穴口，云七夕一边不动声色的后退，一边伸手入怀去摸那把随身携带的小刀。哎，姑娘，别躲呀！你想去翠柳居，哥哥我这就带你去。眼见着那只咸猪手就要抓住他，云七夕眸子一沉，正要来一击杀招，却突然有一只手先一步捏住了男人的手。他娘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大手一丢，中年男子一瞬间被丢出了老远，慌慌张张从地上爬起来。男子再不敢多做停留，赶紧落荒而逃。你不知道翠柳居是什么地方？我该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不一会儿，他跟着单连成来到了翠柳居门口，只见门口几个花枝招展的女子正捂着袖帕在招呼过往的公子少爷，怪不得那男子笑得那么猥琐，原来翠柳居就是妓院。这他哪能知道呢？他斜斜瞟了那张银狐面具一眼，心里不由对他一阵腹诽。你要逛窑子还拉上我，不嫌碍事啊？单连成瞥他一眼，大步朝一边走去，却并没有走进翠柳居。云七夕挣扎了一下，还是快步跟了上去。来到一个巷子深处，单连成停了下来。云七夕扫了眼黑漆漆的四周，心里有些不踏实。这货不会耍他吧？突觉一只手将他的腰一扣，只觉脚下一空，他已经从地面来到了房顶上。这样的轻功，这样的人忒诱惑人。他们最终停下来的地方，可以将街道上的一切都尽收眼底，尤其是对面的翠柳居，完全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。单连成一撩衣摆坐了下来。喂，你干啥没事戴个面具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若是让人看见已经腿残的晋王殿下在街上若无其事的行走，还能飞檐走壁，可不就意味着晋王殿下自己犯了欺君之罪？晋王殿下，你就不怕我告发你？不怕，说欺君之罪，你的罪过比本王来的更大。晋王殿下，如今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要同舟共济，同仇敌忾，你说是不？听出他的心虚与讨好，单连成眼睛盯着街面，嘴角却是不着痕迹地勾了勾，未免再拿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他也静静盯着街面，不说话了。不一会儿，单连成指着一个正从翠柳居里走出来的人，他是一品侍郎张大人，和安国公的交情颇深，你应该认识。你说完我不就认识了？那位正在跟张大人说话的是京城的府尹李大人。他突然有些佩服单连成的睿智了，这里可不就是最多文武百官出入的地方吗？正在从醉酒飘香里面出来的那个妇人是左相国夫人，也就是安国公的岳母大人。大夫人的娘亲。想不到苏玉婉是左相国的女儿，也就是说云揽月是左相国的外孙女儿。左相国是当今皇后的亲舅舅，也就是说大夫人是王后的亲表妹。原来背景这么深。这么多人，你能记住几个？我如果告诉你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你相信吗？你就吹吧。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，我会用事实证明给你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走了。哦。用同样的方式从房顶上下来。出了巷子，二人十分默契地分了道，打算各回各家。七夕看穿着打扮，巨不俗，应该是个大家闺秀。可他不认识她。见女子满脸激动地快步走近，云七夕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。她是一品侍郎张大人的女儿张沁雪。突然一个声音传入了他的耳朵里，云七夕猛然回过头。这是传声入耳，你看着爷做什么？你不是应该看着张沁雪？他明明站得很远，但这声音却像是贴着他的耳朵说的。七夕，你还果真活着，别人告诉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沁雪，我还没有死，
真是太好了！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容易死呢？真是老天有眼。清雪，今日有些晚了，我好累，就先回去了。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好好聊聊。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自己照顾好自己。你知道我得知你死讯之后流了多少泪吗？可不允许你再出什么事儿了，知道吗？云七夕心中升起些许感动来，与张庆雪告了别，云七夕走出一段距离，不由自主地回头，却已经不见了单连成的身影。张庆雪却以为他在回头看他，又笑着朝他挥了挥手。别人好糊弄，可父皇那一关却并不好过，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。传声入耳，我去，太玄幻了，有没有？悄无声息地回到府，躺回床上，就好像他从没有离开过一样。二小姐，巧儿起先在厨房里看着红雨在熬东西，说是皇后娘娘送给大小姐的燕窝。巧儿想着二小姐你身子弱，也是需要补一补的，于是我就趁着红雨离开，让我帮她看着火的时候，偷偷弄了一碗来。二小姐，您赶紧趁热喝了吧。云七夕疑惑了，瞧着这二小姐的处境还是不算差的，至少有疼她的爹和哥哥，不至于吃个燕窝还要偷拿别人的地步吧。我听红雨说了，这燕窝不是普通的燕窝，是血燕，很补的。二小姐，你赶紧喝了吧。巧儿，拿去倒了吧。啊，这么宝贵的东西倒了，多可惜啊！让你倒了就倒了，别人的东西再好，我也不稀罕。巧儿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端出去。等一下，巧儿，不要因为舍不得而自己吃掉，必须倒掉，听见没有？被看穿了心思，巧儿红了脸，忙点了点头。巧儿只好忍痛将宝贵的血燕倒掉了。没多久，巧儿就大喊大叫地跑了回来。二小姐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您跟我来吧。只见角落里的一滩水渍上正躺着一只猫的尸体。看着眼前的情形，巧儿再笨也明白这猫的死因了。还好她听了二小姐的话，并没有因为可惜而偷偷吃掉，否则她不就跟这只猫的下场一样了。巧儿，找个地方将这只猫好好安葬了吧。不整死它还真是誓不罢休啊！若真只是单纯的想抢男人也就罢了，毕竟这么不择手段，心狠手辣，老虎不发威，他还真当他是病猫了。于是云七夕将看书地点从房中换到了池塘边。当云七夕第3次拿着书坐在池塘边时，那鱼儿终于上钩了。盯着书本，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粉红色的影子向他走来。柔和的日光下，云七夕的嘴角缓缓地荡开了一丝笑痕。我当是谁呢？姐姐的脸看起来好多了。那是当然啊，紫隐哥哥送来的药当然是极好。紫隐哥哥对姐姐如此贴心，妹妹真是好生羡慕。你明白就好，所以趁早断了对紫隐哥哥的念头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啊，我笑的是，虽然紫隐哥哥与姐姐两情相悦，天生一对，可是什么？可是皇命难违啊。是啊，皇命难违。可那又如何呢？皇上的权力再大，也终究只管得了活人的事，管不了死人的事。贱人，去死吧你！却不想云七夕突地向后伸出手，将他的衣襟揪住。他措手不及，二人双双落入了水里。云七夕眼尖地瞥见正往池塘边走来的人，适时地松了手，惊慌地大叫：“哥，救命！”云冲很快看见池塘里的2个人，未有半点迟疑，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池塘里。云七夕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一点点地将自己的身子没了下去。哥，我在这儿，却不想云冲忽略了他，径直朝云七夕沉没下去的方向游去。七夕，你醒醒，醒醒！哥，七夕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很好。哥，你不要担心。此时，云揽月也终于从池塘里艰难地爬了起来。哥，我才是你的亲妹妹，为什么你只知道救她？因为你会水，七夕不会。苏玉婉也闻讯赶了过来。七夕，你没事吧？怎么会你们2个都落了水呢？云揽月虽然吃了暗亏，却不敢详说这其中的细节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他这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已经胜过了千言万语。冲儿，你送七夕回去好好休息一下，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。揽月，你也回去换身衣服吧。云冲一把拦腰将云七夕抱起，往回走去。巧儿，你赶紧去烧些热水来，给二小姐沐浴，换身干净衣服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七夕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，答应我。是，
哥，我答应你，对不起，我让哥担心了。只要你没事就好。哥，你也赶紧回去换件衣服吧。云冲点点头，便退出了房间。二小姐，不是都跟你说过了，让你离池塘远一些，怎么又掉进水里去了呢？所幸现在不是没事吗？还好是夏天，并不冷。二小姐，你如今倒是越来越乐观了。人生在世，活一天别少一天了，当然得乐观一点。莫非是因为二小姐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所以人生观都不一样了？3日后，皇上为单连成在宫里办庆功宴，身为安国公的云风烈要带着家眷出席，自然也包括云七夕在内。七夕，你来啦！七雪，七夕，听闻皇后娘娘院儿里的茉莉花开得正艳，整个院子都香得紧。这会儿其他姐妹们都去了皇后娘娘凤阳宫赏花，咱们也赶紧过去瞧瞧吧。我还以为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一起说话，一起赏花了。那时候觉得噩耗来得那么突然，真是让人无法接受，觉得上苍真是不公平。可如今我还是要感谢上苍的，这幸福也来得太突然了，你竟还活过来了，真好。张庆雪说了些什么，其实云七夕已经没有听进去了，只听见了皇后二字，但却可以断定他们不会是一路人了。可张庆雪那么开心，他不忍拂了他的一番好意。不要去。传声入耳。七夕，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痛。七雪，你先去吧，我待会儿自己过来。那怎么行？我让人去找太医。七雪不用了，我去上个茅房就好。庆雪。不远处的人群里，有几个女子在向张庆雪招手。庆雪，你快跟他们一起去吧。可是你这……哎呀，不要可是了，赶紧去吧，别让他们久等了。那你待会儿可一定要过来，我在凤阳宫等你。一定。见他们走远，未免给自己惹麻烦，为了不被监视，云七夕决定找个安静的地方待一会儿。脚似乎碰到了一个东西，一个有弹性的东西，像个死人一般。喂，麦西已经很微弱，他很快把手指移向他的鼻端，没有呼吸了，可脉搏还有啊。心源性猝死，他不能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就这样流逝，必须立刻为他采取紧急抢救措施，给他做人工呼吸。刚刚凑近，他便闻到一股淡淡的酒味儿。酒后心源性猝死就更加不容乐观了。按压胸腔，对嘴肚气，一遍一遍不停地重复，云七夕才终于看到他的睫毛颤了颤，再次搭上他的脉搏，脉动明显恢复了，跳动有力了许多。他快醒了。云七夕想着，在不清楚对方身份的情况下，还是最好不要让他看见他的真面目，就当一回救人不留名的活雷锋好了。云七夕并没有注意到，那人不知何时已经缓缓地睁开了眼睛。当云七夕低头，不期然撞上了一双眸子，澄澈而纯净的眸子，似乎不带任何的杂质。云七夕并不知道，身后那双明亮的眼睛正追随着他的背影。手指触到落在冰凉的青石板上的东西，他将它拿了起来，举到眼前，看着这只水滴玉石耳坠在月光下隐隐的发亮，大概是刚刚做了一件功德事。此时他的脚步都是轻快的。远远的，他望向太和殿广场的方向，发现广场上已经没几个人了。难道宴会已经开始了？他迟到了，他就干脆不进去算了。毕竟参加宴会的人这么多，少一个人也不会有人关注。七夕，你去了哪里？我到处找你。看来今日避无可避，这个宴会他非去不可了。没什么，我就是无聊，去御花园里转了转。对不起啊哥，让你担心了。宫里不比外面，不要乱走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进去吧。好。于是云七夕跟着云冲一起入了太和殿。云七夕不动声色地扫视了一圈，发现大殿的席位分为左右两边，右边坐着的全是男人，而左边坐着的几乎都是贵妇和千金小姐。他心里大概有数了，朝左边走了过去，找了个不太起眼的角落位置坐了下来。不远处几个原本在说话的女子声音明显小了下来。你们小声些，她可是将来的太子妃。七夕，我在凤阳宫等你半天，你怎么没来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肚子一直不太舒服，索性就在这坐着了。还是不舒服吗？是不是吃坏了肚子？还是要找个太医吧？不用，这会已经好多了。原本喧闹的大殿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只见歌风推着单连成缓缓走进了大殿。虽然仍是贵气不减，却与曾经大家心目中威风八面的战神形象差了很多。怎么会这样？晋王殿下竟然真的受伤了！天哪，这太不公平了！
靖王殿下竟然伤得这么重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受伤甚至丢命都是很正常的事。七夕，你……云七夕猛然明白过来，面对这件震惊整个京城的大事儿，自己似乎表现得太过平静了些。宴席正式开始，云七夕一直缩在角落里，当自己是个隐形人，谁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，看不见。云七夕在心里不停地念叨着。七夕，哎，七夕，皇上叫你呢。啊，该面对的始终要面对。皇上，朕以为你死了，如今你却活生生地站在这里，你真是七夕。这死了的人竟然还能活过来。是啊是啊，之前听说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在说笑话呢，没想到竟是真的，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。云七夕还在琢磨该如何回答。皇上，已死的人自然不能够再活过来，可如今他为什么还好好站在这里？答案只有一个。太和殿内的所有人此刻都屏气凝神，在等待着他的下文。说下去。那就是他根本就是假的。此言一出，全场哗然。长得一模一样竟然会是假的？如果不是假的，确实无法解释死而复生的事啊。蓝月，皇上面前不要胡闹。蓝月，你与七夕同是云家的女儿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凡事得讲证据，可不要冤枉了自家姐妹。这像是在主持公道的话，却让云七夕听笑了。怪不得云揽月有十足的自信，原来是有后台支撑啊。看来今日是他的大劫，跨得过去，今后将无人再敢质疑他；若跨不过去，只一个欺君之罪就可能要了他的小命了。皇后娘娘，要证明她是假的很简单，只需要证明她不是爹的女儿。如何证明？滴血认亲。父皇，在三哥的庆功宴上处理安国公的家务事，儿臣觉得不妥。山叶似乎很矛盾，眯着眼朝云七夕看过来。若事实正如揽月所说，此事便不只是安国公的家务事了。云七夕可是将来的太子妃，也就是以后母仪天下的人，绝不可以有任何的差错。如果有一天发现太子妃根本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冒牌货，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，让皇家成为全天下的笑话？七夕，你觉得此事该怎样处理，才足以让人信服？皇上，要信任一个人，或许千百个理由都不够，而质疑一个人，理由只需要一个。若七夕今日不顺着姐姐的意思，恐怕又要被说成是做贼心虚了。既然姐姐想要证明，那便证明吧。未做亏心事，又怎会怕鬼敲门呢？好，那还等什么呢？他拍了两下手，就有一个太监匆匆端了水碗上来。果真是有备而来啊，那我就只好奉陪到底了。云七夕从容地走出席位，来到大殿中央，见云峰烈不动。爹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，你就配合一下嘛。爹，不要担心，真金不怕火炼，事实怎样，很快就会见分晓。太监将水碗端了过来，云七夕垂眸，盯着水碗里的水轻轻晃荡。水碗旁边放着一把匕首，刀刃很薄很亮，这一定是一把很锋利的刀。还等什么啊？心虚了吗？不敢了吗？姐姐，你质疑我的身份，我无话可说，但我若说我也质疑姐姐你呢？你质疑我？你凭什么质疑我？那姐姐又是凭什么呢？姐姐在心虚什么呢？难道姐姐果真不是爹的女儿吗？我哪里有心虚啊？我当然是爹的女儿。口说无凭，我也说我是爹的女儿，可你不是也不信吗？就像皇后娘娘刚才说的，凡事讲证据。拾起托盘上的匕首，她笑意盈盈地来到云揽月的面前，递过去。姐姐，长幼有序，你是姐姐，你先吧。云揽月此刻的脸色有点发白，盯着云七夕手中的匕首，并未伸手去接。皇上，皇后娘娘，是臣妾教女无方，扰了靖王殿下的庆功宴，臣妾这就带揽月下去好好责罚。大娘，这不好吧？这样会不会让人误会姐姐真的不是爹的女儿，所以不敢验？这还不算什么，若是大家因为误会姐姐的身世，而连带着误会大娘当年不守妇道，行为不检，可不就冤了？你胡说！姐姐，为了证明我是在胡说，赶紧的吧。